是谁会把房子建在这么高的地方？是何人所建？又是何人在此居住？在贵州一座深山悬崖之上，竟有2座神秘的房子。房子建在近100米的悬崖之巅，三面更是悬崖绝壁，几乎与地面垂直90度。相传，这里曾经还是一位神秘高人的隐居之地。然而，想要到达这里，更是难如登天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的地方是贵州铜仁的大山里面，在我的身后的悬崖绝壁上面呢，就是那个房子所在。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，对这个地方特别的好奇？现在呢，我们就上去一探究竟。在我的身后呢，有一条小路，顺着这个小路上去，就可以直达山顶。路程的话，大概是在40-50分钟左右。这里呢，有一个正大门，上面写着莲池圣地。在这个旁边的草丛里面呢，还有一个文保碑。上面写着莲池庵遗址，这地方呢叫做莲池庵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准备出发。今天又是爬山的一天，这个路完全是笔直而上的，走起来呢特别的费力。夏天真不适合爬山，顶着这么炎热的天气，汗水哗哗的流。这山真的是太难爬了。哎，你们看，我们发现这里有一座房子，里面供奉的不知道是哪位神或者是哪位佛。走了这么久，不知道有没有走到这个路的1/3哦。后面的路充满了未知数。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，越往后面的路会越难走。这个山路呢，一直都是在这个山里面一直弯弯绕绕、弯弯绕绕，呈现出一个 Z 字形。不过还好有这个树木的遮挡。如果说在太阳暴晒底下走的话，真的是难以想象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爬山都能遇到这种现象？用这个棍子支撑这个石头。这个说法我听过2种说法，一是支撑这个大岩石，让这个岩石不会倒塌，我感觉有点画蛇添足。还有第2种就是家里有老人的、有腰痛的，只要他的亲人在这个石头上支一根棍子，他的腰痛就会好起来，是不是很神奇呢？哇，大家看，我感觉我们越往上走这个路的话，难度越惊越险，都不能称之为路了。我感觉人都特别的难走。你们看这个台阶，特别的窄，只能站住我的脚尖。
可以看得出它这个路是人为开凿出来的，用石头一块一块累积上去的。我的天，这个路我都不敢想象后面的路有多难走。这个路它是紧贴着悬崖边上的，旁边就是悬崖。我感觉我人都不敢站直，只能匍匐前行。我的天哪，你看，没错嘛，这里就是悬崖绝壁，都能一眼望到底。刚才我们就是从底下那个村庄，走上来的。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哎，这里有一个山门，我们是要快到了吗？哇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墙，它是用这种巨石垒砌起来的，这里都已经撕裂了，都已经倾斜了。这个用料好扎实呀，这么厚的一堵墙。哎，空欢喜一场，我还以为穿过这个山门就到了。这个门呢，也只剩下这个残垣断壁，这些都是岁月留下来的痕迹。我们继续往前走。看，我们终于到了。在这旁边，我们发现了一条小路，这条小路应该是到达那个小金顶的位置。我们先到莲池庵的主庙去看一下吧。这里还有一道石门，穿过这个石门我们就到了。这里面好平坦呀，你们看。这里呢就是主庙了，看这些房屋都是木房子，在这个房屋的上面还爬满了很多藤蔓。我们近距离观看一下。这里面供奉的是一些神像和一些佛像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整体，你们看。它上面是一个悬崖绝壁，这个房屋呢巧妙地利用了这里的地势。据资料记载，这个莲池庵呢，它是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，由明末遗老无相和尚所修建。他当时呢亲自参与了这个寺庙的修建，当时呢修建了前殿和后殿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这里的前殿，我们现在去后殿去看一下。这里还有一个房子，这些木房子保存的还是比较完好的。看这里有一个灶台，应该以前是有僧人在上面居住的。
这里呢就是后殿了，这个后殿呢里面是一个山洞。你们看这个后殿设计的非常的巧妙。我们从这里走上去看一下。哇，走进这个山洞，感觉特别的凉快。这里视野好开阔呀。再看那个房屋，房屋上面有3个洞，我猜测应该是，头顶上那个崖壁石头掉落凿出来的洞。这里看风景真的是好美呀！这里供奉的应该是观世音菩萨吧？在菩萨后面有一个山洞，山洞里面呢还有一个天然的水池，我们走上去看一下。在这水池的外面放了一个瓦，应该是供来往人使用的。这个是我们自己带来的瓶子，里面的水呢，我们早就已经喝光了。来看一下这个水，这个水特别的清澈，可以说清澈见底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水池的一个形状，是不是特别像一个莲花？因此呢，这里得名莲池庵。这个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。这个水好清澈呀，一点杂质也没有。刚拿上来就已经起雾了，我们来喝一下。爽，特别的凉快，特别的解渴。现在我们走下去吧。这里有一块碑，我们看一下碑文上写了些什么。都好多已经缺失了。这一块应该是功德碑，上面写了一些名字，杨富先，还有姓李的，应该是捐赠人的一些名字。再来看一下这个崖壁上，好多字，这些应该是那些文人墨客来到这个莲池庵之后，然后对这个莲池庵写下来一些赞美的诗句或者是词句。字迹都已经风化了，好多字已经看不清了，都已经掉了。上面我认出一句了：“莲池山水几人晓。”我真的感觉到惭愧，不像我们现在的人只会写“到此一游”。这里还有2块功德碑，上面写的一些人的名字，然后捐赠了多少钱。从这里走过去呢，就可以到达那所特别惊险的房子，叫做金顶小庵。从这里走过去。
大家看，就是从这里上去了。哇，好高呀！我们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你们看这里有多窄，应该30公分都没有。这里呢是一个旋转的悬崖栈道，这个路好夸张呀！你们看我的脚，只能踩到1/3。这里比我们去过的那个梵净山，比那个梵净山还要惊险。梵净山有那个铁链拉上去，还有护栏，这个完全什么都没有。它这个要特别的小心。爬到这里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，千万不要来挑战，真的是太危险了。你们看嘛，旁边就是悬崖绝壁，一点安全措施都没有。如果说稍微一点胖的人，你们看，我的话就刚好勉强；如果说稍微胖一点的人的话，根本就过不了。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，不知道他们当时是怎么修建的哈。看这个痕迹来看，他们是一点一点在这个石壁上凿出来的。这一段几乎垂直于地面90度。哇，我们终于到了，悬着的心也放下来了。我还以为到了，还需要继续往上爬。这里是天然的一个穿洞，你们看，而且呢还是一个心形的爱心形状的。继续往前爬吧。这处的山特别的陡，一直弯来弯去的，呈现出一个 Z 字形。因为它这个特殊的条件只能这么修。一路走上来呢，我都只能手脚并用的趴着走。啊，我们终于到了！你们看，可以看到那个房子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房子，这个房子不是很高啊，现在只剩下四周的残垣断壁了，那个屋顶都没有了。你们看，它这个材料都是用这种条石修的，不知道它这个石头是怎么运上来的啊？你们想象一下那个难度，真的是让人
难以想象。这里怎么有2个门？我这里真的是绝了，我堪称为天桥，因为只有天上有，你们看四周都是绝壁凌空的，我得特别的小心，因为它这里呢好多都已经松动了，都已经掉下去了。咦，你们看这块石头上面有一个字，但是我没有看出来是什么字，应该是一块碑，那个碑应该损了，应该破损了。这里还有一个小房子，这里面比较乱，长满了杂草。这也只剩下一个残垣断壁了。不得不感叹这个石头挺结实的，虽然那个屋顶没有了，但这个房屋的墙依旧还在。我的天呐，我真的不敢下去，在上面脚都能发抖，根本控制不住。我感觉这里是离天宫最近的一个地方。再次奉劝大家，千万不要来挑战。这个房子呢，它是处在于这个顶端，三周呢全是这种悬崖绝壁。哇，你们看，都可以看清上面的峡谷，特别的高。站在上面，我的恐高症都犯了。如果说不小心掉下去的话，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不过像这样的地方有它的缺点，必然有它的优点。你们看，视野特别的开阔，一览无余。此情此景，我只想吟诗一首：危楼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。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